華為 Mate 80 Pro Max 使用了2天時間啊，只測試了1天時間，所以說評測非常緊張。我盡可能在有限時間內給大家做了一些測試。今天視頻呢會包括 Mate 80系列全新的外觀手感、全新的雙層 OLED 的玲瓏屏、性能和續航，以及紅峰 2.0 加持的影像系統，希望能給準備購買這款手機的用戶提供盡可能多的參考。好了，那我們直播室的評測正式開啟，我們先來詳細聊一聊這款手機的外觀。其實，如果我們這款手機啊，這個遮擋住這個圓環這個位置呢，你會覺得這款手機還是很好看的，对不对？它就是延續了華為經典的 Mate 40那個圓環的設計，對吧？40、60，很多人比較好奇，華為為什麼要在這兒加一個圓環呢？其實加這個圓環的一個核心目的啊，就是為了無線充電，因為它這次採用的是一個金屬機身，就沒有辦法實現無線充電，所以華為呢在這個位置採用的是一個緊纖材質，也就是玻璃纖維材質，從而去保證無線充電這個功能繼續使用。目前是不支持磁吸的，也就是没有磁鐵，但是如果後期比如说華為或者第三方廠商啊開發出一款支持磁吸的殼，那麼理論上呢是可以把這個手機進行磁吸充電的。中間空出一個位置採用其他材料，這也是目前金屬機身一個共同的所要面臨的問題。比如說今年早些時候發布的 iPhone 17 Pro Max， 它也是採用一個全金屬機身去加強散熱，然後蘋果的方案呢是中間這一塊它換成了一個玻璃，而華為的方案呢則是這樣一個圓環，它換成了緊纖，也就是玻璃纖維。我比較好奇啊，就是到明年的90系列這個位置該怎麼設計？9的話會不會這樣來一個勾，對不對？在這裡呢，我再把70系列給大家做一個對比，我再把我珍藏了多年的Mate 40 Pro 啊，一代神機，華為的經典神機，給大家擺在這裡做一個對比。當年這個小圓環，現在已經成長成一個大圓環了，因為當年的那個鏡頭模組已經裝不下在這個小圓環裡了。然後我現在呢，把40、70和80這3代機器放在這裡，給大家對比一下它的側面邊框啊。你可以看到，其中40 Pro 它採用的是 3D 玻璃。3D 玻璃一個最明顯的感受呢，就是這個屏幕這一條啊，它都是屏幕，然後它的邊框非常窄。而在70上呢，華為其實已經做出了一些改變，它採用了一個相對寬闊的邊框，然後採用了一個 2.5D 的玻璃。而在這一代的80上，80它採用的是一個純平的玻璃，配合一個純平的邊框。從視覺上來看 ，Mate 70 Pro 加明顯要薄了很多，對不对？這就是設計的魅力啊！但實際上，這兩款手機的厚度非常接近啊，只差了0.04毫米。那我們來看一下底邊邊框兩者實際的寬度。從我目前來看啊，和 Mate 70 Pro 加在底邊邊框的寬度上應該是比較接近。如果要是仔細對比的話，好像是 Mate 80 Pro Max 要更窄一點點。這一次 Mate 80 Pro Max 不是在它的機器這個位置增加了一個開孔嘛？這個開孔是在此前 Mate 70 Pro 加上所沒有的。華為官方給出的解釋呢，是這個開孔啊，是在我們打電話的時候，它會發出一個和聽筒相反的聲波，從而去消除在這個位置聽筒的漏音。我們現在同樣啊，把這個聽筒聲音調到最大，我堵住這個孔，大家來聽一下它的分貝表現。堵住這個孔和不堵這個孔，它的分貝能差了3到5分貝左右。那這一次呢，華為 Mate 80 Pro Max 它是支持 IP68 和 IP69。那麼 IP68 是什麼意思？大家比較熟悉了，就是放在1米的水下30分鐘，它依然撈起来可以正常的運行。那 IP69 呢，則是以80度的左右的熱水啊，去噴這個手機。就是有一個压力壓強存在的，手機依然可以在这種高水溫的情況下，有水壓的情況下，依然可以正常的工作。但是因為手機它長時間運行啊，本身比如說防水的這種橡膠啊就會老化，所以說呢，大家把這個功能當成一個日常的防護，而不要說拿着這個進去，比如說沖澡啊，對吧？比如泡溫泉呢，這些我都不建議大家使用。那說完了第一部分外觀和手感，第二部分我們快速聊聊這一次這塊玲瓏屏。華為在這塊屏幕上使用了目前最先進的雙層 OLED 技術，除了能夠大幅提升手機屏幕的使用壽命，減少長期使用的衰減之外，屏幕亮度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好了，大家现在呢，我把這兩款手機 Mate 70 Pro 加和 Mate 80 Pro Max 同時放在太陽下邊啊，模擬一個戶外強光環境下大家閱讀手機的觀感。大家可以看一下，現在兩款手機它的屏幕亮度都調到了最高，而且都是自動亮度調節。你是不是能明顯的看出 Mate 80 Pro Max它的屏幕亮度要更高，體現在它顯示白色就更白。現在上下這兩款手機同樣都達到了最大亮度，哇，這個差距也太明顯了吧！你看，調到最大亮度了，這個也是調到最大亮度了，現在都是 1080P 高清，對吧？同樣一個偏圓，大家可以模擬一下，想象一下
這個就是你在戶外拿出手機想看電影的一個效果。好家伙，我們再給大家旋轉不同的角度，給大家看一下。現在2款手機啊，在强光下都調到了屏幕最亮。這是這邊這個角度，上邊呢是 Mate 70 Pro 加，下邊呢是 Mate 80 Pro Max。隨着光線一点点轉過，能看出差別吧？剛才模擬的場景呢是戶外強光下的表現。那麼如果用戶不在戶外，那種強光激發，在室內使用這塊屏幕看 HDR 視頻會有差別嗎？好了，现在大家看到的左邊是 Mate 70 Pro 加，右邊呢是 Mate 80 Pro Max。然後這2款手機我們現在都給它選擇到 HDR 這個狀態下。實際測試沒有強光激發，看高动態範圍的 HDR 片源的時候 ，Mate 80 Pro Max 這塊玲瓏屏依然擁有更好的屏幕亮度，同時呢，更亮的屏幕亮度也帶來了更豐富的顏色显示。大家可以注意这個畫面啊，右邊花瓣的亮度。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這是拍攝屏幕啊，左右片源是完全相同的。右邊你看這個光線有點過曝，那就是因為屏幕太亮了。而這個鏡頭上奶酪的一束光，真的就有那種現實世界裡真實光線照射過來的感覺。這塊屏幕對於 HDR 片源中高光還原的表現做得非常好。不過我覺得在屏幕方面比較遺憾的呢，就是這次 Mate 80 Pro Max 依然沒有能夠增加全天候顯示屏。華為呢依然是用它的前置鏡頭去進行實時的探測。當我去看屏幕的時候，它的屏幕呢會點亮。今天視頻的第3部分，續航和散熱。這次 Mate 80 Pro Max 搭配的是6000毫安時電池，支持最高100瓦充電和80瓦無線充電。實測15分鐘充電48%，30分鐘充電80%。同時觀看 1080p 在線視頻加彈幕8小時。Mate 80 Pro Max 耗電和前代相同，都是36%。同時錄制4K 60帧視頻20分鐘。大家能夠直觀的看出來，鈦金屬邊框對於散熱確實是有限制的。而 Mate 80 Pro Max 它採用的是鋁合金邊框加上鋁金屬一體機身，對於散熱的提升確實非常明顯。所以啊，大家如果有遊戲需求或者長時間錄制視頻啊、直播這樣的需求，那麼 Mate 80 Pro Max 就是一個更好的選擇。今天視頻的最後一個部分，影像啊，影像方面我分幾個部分快速說一說我的測試結果。影像的第一個升級，紅峰色彩來到了 2.0。紅峰色彩的第一部分啊，就是極其接近人眼觀感的白平衡色彩表現。Mate 70 Pro 加在去年其實就已經在這一點上做得很好了，而今年紅峰 2.0 的優化主要來到了長焦鏡頭。Mate 70 Pro 呢，主鏡頭是顏色是準的，主鏡頭顏色是準的，你看這個顏色也很準，但是變到4倍，4倍就不夠準了。而這一次鴻蒙 2.0 所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Mate 80 Pro Max 可以在全焦段都保證色彩的準確性，特別是針對那些複雜環境光線下的場景，比如說在紅色燈光下的人物膚色，這種情況對於傳統的手機來說挑戰就很高。而這次 Mate 80系列把長焦鏡頭的表現也做到了非常接近人眼的一個效果，比如說黃色的舞台燈光，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個小姐姐她的膚色還原。當然了，和前代機型相比，這次望遠畫質也得到了大幅提升，這個我們一會兒再聊。紅峰色彩啊，它不只是更精準的白平衡表現，還有色彩本身的表现。華為這幾代機型，我能看到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用色彩去把一張照片的故事給講好。同樣一個場景，同樣使用默認模式來進行拍照，你會發現這一代 Mate 80 Pro Max 它的顏色啊，就是那種噴薄而出的顏色，它應該是把飽和度、亮度，然後陰影幾個維度融合到了一起。比如說大家看這個轉盤中間那個黃色部分，這個鈴鐺的這個金色的這種感覺，然後比如說這個天棚上這個綠色的柱子，就是顏色它還是那個顏色，但是華為呢會調整這個顏色的亮度。但是我也注意到，對於一些樣張啊，好像對於陽光的這種金色光輝過濾的會比 Mate 70 Pro 加更多一些。比如說這張，今年華為 Mate 80系列影像的第二個提升，則是預覽界面。大家看一下兩代手機同時開啟人像模式的預覽界面啊。70系列呢，它的虛化預覽明顯會侵入這個人物邊緣更多，對不對？你會看到肩膀這個位置人和背景交接很模糊，而80系列則更清晰。然後在這個位置，我按下快門，我們來對比一下，按下快門那一瞬間預覽框和最後實際照片得到的差別。70系列預覽框人臉呢會有一些發綠，但是實際樣張膚色是正常的。預覽框虛化邊緣呢會很模糊，但是成片其實是很清晰的。再來看一下右邊的80系列啊，最後得到的樣張，頭髮和膚色
和預覽框的非常接近，這也是鴻封 2.0 所帶來的改變。这個小小的細節更新，其實是這一次我個人覺得很驚喜的一個環節。基礎體驗的提升對於用戶體驗的改善，其實要比某一個特殊的場景要更加重要。順便我說一下人像表現因為這次6倍長焦的加入，那 Mate 80 Pro Max 它的人像模式新增了6倍人像和10倍人像。不過在我的對比樣張過程中呢，對比前代，我覺得兩者大部分比較接近吧。主要原因就是華為在人像中呢都有 AI 算法去提升畫面細節，比如說這張照片的髮絲啊、眉毛啊 ，AI 算法的加入讓兩張照片在這些環節的表現是幾乎相同的。Mate 80 Pro Max 的第3個升級自然是焦段啊。首先我們來看一下4倍鏡頭，其中 Mate 80 Pro Max 它的畫面細節4倍是小幅提升的。比如說美食廣場啊、樹枝細節啊，都要比前代變得更好了。80系列還搭配了一個6倍長焦，也就是說，如果我把兩款手機同時放到10倍錄像，那麼這個畫質差別就非常明顯了。現在大家看到的是在光線充足的場景下，10倍長焦視頻所錄制的差別。除了剛才我提到的色彩準確性，畫質差別也非常明顯，对不對？而除了後置鏡頭的焦段改變，前置鏡頭焦段呢也變了啊，取消了華為從40系列就開始的那個超廣角前置鏡頭，改成了一個標準焦段的前置鏡頭。大家現在看到的呢是同時默認的視角，然後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同时最廣的一個視角，然後現在這個焦段則是這一次 Mate 80系列新增加的2倍自拍人像視角。至於華為為什麼要放棄這個超廣角的前置視角而改成2倍人像，我目前沒有得到華為的官方說明。從我個人的理解應該是華為發現 Mate 系列的用戶更喜歡2倍自拍。影像部分的最後我再說2個小場景，其中第一個呢是這2年大火的舞台模式。首先，之前集成在默認拍照模式中的小小功能按鍵，在這一代上被單獨做成了一個舞台模式頁卡，開啟更加方便了。第二，鴻封色彩 2.0 在舞台這種光線複雜的場景中，色彩表現更加精準了。第三，我是坐在場館的最後一排我以10倍變焦來進行拍攝，這個時候 Mate 70 Pro 加它使用的是4倍鏡頭放大拍攝的畫面，而 Mate 80 Pro Max 則使用的是6倍鏡頭放大。其他的位置 AI 都可以通過計算去補充細節，但是人臉真的就要看硬件表現了。第四，那對於無法依賴 AI 算法的視頻錄制，大家可以看一下，同樣是4倍鏡頭 ，Mate 80 Pro Max 它的曝光和細節提升都非常明顯。我再同時把焦段調整到10倍，大家看一下區別。這一次6倍長焦在舞台暗光環境下的表現也非常好。影像的最後，我再說2個小細節。第一個呢是新增的電影模式，也就是說背景虛化加上人像追蹤這樣一個視頻拍攝。華為呢還增加了電影模式下的一個鎏金色彩濾鏡。經過實際測試，人像追蹤算法現在已經很成熟了。雖然華為是第一次加入這個算法，同時呢擁有漸進式的虛化，不過目前只支持 1080P 的分辨率希望能早一點支持 4K 分辨率，我覺得實用性會更高一些。第二個小細節是在默認拍照模式中呢，增加了景深信息的保留。現在你哪怕不開啟人像模式，只通過默認拍照，你也可以在後期去實現硬件級別的景深照片了。這是一張我去拍攝的時候就保留了景深信息和運動信息的照片，識別出這裡邊有人物，在旁邊就會有一個光圈信息，我就可以通過後期去打開虛擬光圈。大家注意，它是首先把這個小哥作為人像主體了，然後同時你看它是有漸進式虛化的，背景的這些光源也都有光斑的處理。然後我們再看一下這個小哥的頭髮，能看到嗎？第3個小細節就是在相冊中呢，它增加了 AI 魔法表情，我給大家實際演示一下。比如說我们现在隨手抓拍了一張照片，然後覺得它眼睛好像並沒有達到最佳的狀態，對不對？我們就可以在後期的時候選擇編輯，然後選擇 AI 修圖，然後選擇魔法表情，看到了嗎？然後它就會搜索，首先搜索你相冊中關於這個人物他其他的照片，然後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替換這個表情，你看它的表情就被替換了，替換之後的效果是這個樣子的，然後替換之前的效果是這個樣子的。如果你說你這個表情也不滿意，你想給它重新生成一個表情，這個時候我們只需要點擊相機我把這個手機稍微旋轉到我這邊，神奇的事情發生了，就會跟着我的表情來旋轉。比如說我眼睛往這邊看，它就往這邊看；我眼睛往這邊看，它就往這邊看。比如說我們隨便換一個這個是原版照片，生成效果是不是還行？
還比較自然。以上就是我在2天时間裡連测带拍带剪輯給大家呈現的全部評測內容了。時間實在是太緊了，我盡可能的給大家勾勒出這款手機的一個大概樣貌。在我的印象當中，這大概是從2016年發布華為 Mate 10之後 ，Mate 系列第一次回到平面屏幕和平面邊框組合這樣一外觀設計。那對於 Mate 這條旗艦中的旗艦產品線來說，應該是一次重新出發了。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頻的全部內容。關於鸿蒙系統有哪些新玩法，鸿蒙系統对於折疊屏的適配和直板手机又有哪些不同，我們折疊屏的視頻再詳細展開。我是周文澤，我們 Mate X7的評測再見。